短剧是什么呢？把爽文浓缩提炼，让爽感呢更浓烈、更上头，然后呢做成一集1分多钟的一个视频短剧。那这类的剧它套路都差不多，主角呢扮猪吃老虎，屌丝反转逆袭，狠狠打脸反派之类的就让我大开眼界的呢是很尴尬的一个演技，5毛钱的特效，以及语病连篇的一个台词，动不动就是武神先帝，打斗没有任何的招式和观赏性，还不如闪电5连鞭好看。就是2个人对掌，谁手中散发的光圈更大更耀眼，谁的武功境界就更高。不知道的呢，还以为2个人在比谁的电压高。反派极力的表现自己的坏、狂和蠢，但是翻来覆去都是那几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还不快快受死，定会让你死得很凄惨你个废物，拿什么跟我半步武神斗？区区的小小天门，拿什么跟世子抗衡？和世子作对，只有死路一条大概都是这些话那废话了很久呢，反派终于出手了，但是明显打不过主角。这个时候反派不讲武德，命令一众小弟掏出手枪向主角射击，主角呢动都没动，子弹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强制的悬停空中，片刻纷纷的落在地上。那反派惊呆了，那就是说能达到无视子弹境界的只有上仙，于是跪在主角面前痛哭求饶。那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内容哦。下面揭露一个现实，有人拍这样的无脑短剧可以月入4亿，这行现在呢多火多挣钱可想而知。数字说话，2023年呢，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经超过300亿，同比上升了267%，快3倍。不出3-5年，中国微短剧的这个市场规模破1000亿是轻轻松松的。听说有一个就是四川大爷半年给干进去好几万，剧情傻吗？都知道。能管住手吗？不能，太上头了。究竟是哪些人在付费呢？什么人在花钱看这些脑残剧呢？曾经的电影电视都是节奏慢，剧情设计环环相扣，那演员呢出演走心，那需要慢慢的看，慢慢的去品那以前电视台每天定时播放2集，经常可以看见全家聚齐的在等开播以前的这个电影的大片，周末都是要排队去买票的，情侣借口看电影约会，那可以在黑暗中你侬我侬2-3个小时那真令人怀念记得美国有一部老片子《乱世佳人》，我特别喜欢那与传统的电视剧相比呢，时长大大的缩短，这个是微短剧最为突出的一个特征，基本都是1-2分钟一集，这种碎片化的阅读习惯早就已经成功的植入到绝大部分网友。因为节奏快反转也多爽点密集的这种微短剧更能满足当代人的一个观看需求40-5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电视剧，第1集呢就刚刚交代了故事的一个背景人物，但是呢微短剧已经走完了重生后的从普通屌丝变成叱咤商界的一个霸道总裁一系列的这个梦幻剧情了。再看这个剧倍速的一个时代，那电子辣条非微短剧莫属抖音快手时代，国人的这个脑细胞呢早就被重构了，他们早就没有耐心和智商再去看一个几十分钟一集的剧情在公司枯坐一天，戴着面具装了一天孙子，或者在外面风吹日晒跑了一天外卖在小吃摊前煎炒烹炸站了一天，那回家往沙发上一摊，谁还想动脑子呢？他们需要的就是最低成本最直接拍我脸上的爽点，搞笑反转无敌逆袭热恋终成眷属，复仇打脸，而且要快。那要现在呢？我现在就要当他们多巴胺分泌达到一个高潮的时候，你给他们按暂停，你觉得他们还会有意志力忍住好奇心不看吗？你知道哪些类型的这个微短剧更受欢迎其实据统计，爱
爱情绝对是占一个主流的那加民国奇幻古风都市女性等复合类型的占比是超过80%的，这也与这个女性观众占比高相的去吻合不过与去年相比，爱情题材占比降低了5个百分点悬疑、喜剧、奇幻占比相对的去提升了表示微短剧观众口味出现了一个分化。那对于具有创新性和探索性的题材的兴趣有所增加。首先因为这个国产微短剧的一个诞生爆火是有一个一定的市场基础的。那中国呢是公认的一个基建狂母，在起房子、架桥、建高铁、挖路这些建设能力上遥遥领先全世界，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如同迪玛利亚的右脚，在精神文明建设上已经完全没有技能点进行升级了。那建国大几十年到今天，影视、体育、音乐、教育等文化产业的这个水平呢，没有任何的增长，严重退化。第二，那巨大的一个刚需受众人群，这个是它成功的关键。改革开放40多年的结果发展到现在中国的这个国民财富支配结构不是金字塔型，而是图钉型。那竟然中国有几十亿人月收入不足2000，头部1%的人群通过资源、信息、关系垄断优势掳走社会80%的这个财富。那贫富差距呢远超过美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呢，就导致大部分的人民生活在极大的经济压力和精神之下，包括大多数中产、房贷、车贷、教育、医疗外债，让他们每天如行尸走肉般的一个奔忙。那大脑已经没有办法去深度思考了只剩下一个挣钱的欲望。那加上众所周知的 PUA 的工作环境社会思想的这个思潮环境有钱就是爷有权老子就是天。那长年累月的一个积累，导致每个人的价值观趋同，内心空洞即便是苟且了生存，那甚至生活富足，依然毫无快乐，毫无希望、理想、精神可言。追求的呢，就只剩一些吃喝睡性、攀比斗狠、尔虞我诈、装腔作势了。那牲口般的活着，一眼看到头的人生，就这样当量级的戾气长期积累下来，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只是说我们平常老百姓自己没有发觉，那火山没有爆发不等于岩浆没有在酝酿。更加关键的是呢，普通的这种民众呢，极大的这种不平衡感和无力感那如果说起早贪黑吃苦能够当社畜，能够有相应的这种回报，那么呢，老百姓他就不会抱怨什么，最起码他是值得的。但是目前的状况是呢，就是社会资源牢牢的被上层把控，普通人无论多么的努力，多么的勤劳，多么的有才华，没用，温饱而已，被榨干呢就扔掉。反而什么北极、鲶鱼、郭美美、李铁、张庭、徐熙媛、郑爽这类的，水平又不行，但是道德又败坏，过往价值观中最看不上的这个人群反而挣得盆满钵满。别说老百姓，那中国最好这个科学家一年挣的还没人家镜头钱摆 pose 一天挣得多。你说这种让老百姓心里怎么去平衡？所以中华民族进取精神的根没有了。其实说白了，世风日下，日子没有奔头，社会进步的这个底层动力源被抽走了。现在的电梯里、地铁上全是看手机表情麻木、脑子空空如也的人，他们眼睛里已经没有光芒了。那中国如果安乐死合法化，我相信绝对比微短剧要火。而为碎银几两奔忙的老百姓没有发泄的一个渠道，娱乐的这种方式，甚至没有太多的这个时间和金钱去消遣。看看现在这个 KTV 洗脚城倒了多少加之中国各地的这个电视台各种娱乐节目江河日下，电视剧的垃圾节目污水横流，基本上没有什么能看的节目。不用动脑还挺过瘾的这种刷剧，就自然就是他们最好的选择。因为他们没有时间一下看几十分钟的一个电视剧，因为明天还要早起，1-2分钟的短剧完全就满足了一个他们的心理预期。
不好看，我可以马上换或者不看。结果呢，一刷就停不下来。基本上啊，所有的短剧的套路都差不多，开局就是天神帅哥转世呀，不用修炼就各种无敌啦。那美腿黑丝大开叉登场抓眼球，各种穿越开挂神技能，无论是七大姑八大姨还是皇亲国戚天神仙女，都是全员嫌贫爱富势力。对主角呢各种欺压嘲讽，以后被疯狂打脸，最后的结局基本都是弹指一挥间剿灭所有仇家，所有的女神收归当下，情绪价值那是加速的，瞬间给一个个孤独的灵魂拉满了，有没有？那所有的微短剧的这个编剧呢，说到底啊，他还是太了解老百姓的这个心理和认知的水平，他们知道老百姓要的是什么。那现实中呢，被生活打压的满地找牙又无力反击的他们，太需要一个这个虚拟世界的一个发泄口。那曾经有人采访过一个国安的球迷啊，说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骂呀，跟着全国的球迷都对骂呀？那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只有到了球场，我们才能名正言顺的去骂街发泄发泄。门卫、保安、就是外卖的小哥、小摊贩，瞬间逆袭成亿万富豪，打脸所有看不起他们的人，把所有的美女说起来很好笑，那还真就是一个他们潜意识里最底层、最渴望又说不出口的一个心理需求。现实中他们别说做到了，敢说吗？那中国呢，是一个今天教育水平依然落后，即使连年扩招大学生，那目前国民的平均教育水平也仅是初中的一个国家，那而且普通人的这个上升通道基本都会被堵死，这个就是真实的一个情况。那美国贫民窟黑人可以通过打球成为一个亿万的富翁，在中国有没有可能呢？亿量级的、低认知的、低学历的又毫不自知的人群，那情绪一被调动起来，掀起一场市场惊涛骇浪，那是分分钟的事。那还记得拼多多是怎么干掉淘宝，村超是怎么干掉中超的吗？这个巨量人群的精神需求靠什么满足呢？微短剧、抖音、快手、网游、手游、广场上的舞蹈、小巷子里的发廊，那做不出来米其林餐厅又如何呢？但是让沙县小吃、振兴鸡排、黄焖鸡米饭、蜜雪冰城们铺满大街小巷，那太容易了。这就很像中国的一个服装市场，刚需呢体量是巨大的，混乱不堪，那也出不了任何的一个就是这个大牌，是吧？那各国这种杂牌的批发市场呢，就是遍地开花，互相杀的好不热闹。我能赚钱就行了，我要什么艺术造诣，要什么奥斯卡？那中国影视剧水平多高，关我什么事？这就是该行业者的一个心态。这个东西对人有什么影响？很简单，打一个通俗易懂的比方，做梦就是做黄粱大梦。那微短视频的这样的一个爆火呢，确实它解决了老百姓低俗的一个文化精神需求，也填补了他们空虚的一个闲暇时光，解决了相当数量低能演员的一个就业，带起了一个新兴的市场。但是再火也火不出《肖申克的救赎》，也火不出《阿甘正传》，火不出《阿凡达》、《泰坦尼克》、《权力游戏》，火不出这个黑泽明。那中华文化呢，真正要赚大钱，赢得世界的尊重，那我们必须去学习韩国那样，走出国门，向世界推广华流。而这些个脑残剧对老外拿得出手吗？每年敢拿去美国放的这个中国电影，敢出口日本、韩国的电视剧有几部？那这些只是我们的自嗨吧。对于我国的这个整体文化市场的内容呢，输出水平不但不会提高，而且只会加速的让其堕落，加速的降低国民的审美能力。300多个亿的市场又如何呢？每年小小辣条、螺蛳粉都能卖大几百个亿，好不好？真正的好内容、好作品是挤不出来的。而我们呢，足够的浮躁，微短剧是火了我们的精品内容的影视剧呢，出了几部，连热辣滚烫这种都能卖几 N 个亿的这种票房中国人的鉴赏能力在哪里？很遗憾，中国底层普通人现在活的不需要任何的审美也并不是说这个电影不好他们只要有需要发泄的欲望，只是去想着拥抱这个庸俗，
陈道明、成龙、李成儒、黄志忠这一众的这种老戏骨，已经多次的痛批国内年轻演员表演水平的之烂啊，品德的这种沦丧。整个演艺行业不但不思悔改，反而迎合资本，变本加厉的去挑战。只能说啊，时间越推移，浮躁的这个年代，人的思想啊和审美啊就越来越物质，那让人看不到一些挽回的希望了。像这种文化的一个流行啊，大众的喜欢出现这种情况，意味着什么？就是明眼人都知道，但是没有人在乎的。如果你有什么新的观点，也可以一起留言来讨论哦。好了，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啊，欢迎大家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更多精彩内容哦。再会。